蓝忘机与魏无羡的关系并没有公开，魏无羡出道前团队认真地给他规划了发展线路，按照蓝忘机的要求，不能让小祖宗吃苦受累，也就意味着一切偶像明星必经的综艺、户外真人秀、商演等消耗体力的活动都尽可能的不参加，而这样的选择必定导致曝光率下降，因此只能靠作品立足。对演员来说，作品确实是王道，但要想走得远，魏无羡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粉丝基础。基于这一考虑，绵绵以其专业的眼光提出暂时隐瞒婚姻状况。魏无羡也不过20出头，这样轻的年纪，外表又是花美男一型，随便包装一下都能变成是万千少女的梦中王子。结果你一出道就告诉女友粉们，你们的梦中情人其实早就名曹有主结婚了。任何一个明智的经纪团队都会选择暂时隐瞒，只不过这一瞒就瞒了2年，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公开。而现在，蓝忘机觉得是时候了。蓝忘机放下手机，将碗筷洗干净，转身就看见魏无羡靠在门边，见蓝忘机回头，便走过去揽腰抱住了他。蓝忘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，也不知道刚才那通电话他听到了多少，不过听到了也没关系，魏无羡有权知道是谁在背后害他。蓝忘机虽然极力想保护他，让他无忧无虑，做任何想做的事，但魏无羡终究不是孩子，确切地说，他经历过生死，比任何人都要理智成熟，一味的保护隐瞒并不是他所希望的。魏无羡道：“二哥哥，我们公开吧。”蓝忘机摸了摸他的发旋，轻声道：“好。”最后拍了张2人双手相握的照片。魏无羡了蓝忘机，蓝忘机的微博第一次出现除了转发微博4个字外的内容，忘羡。微博发完，魏无羡就把手机扔一边，他似乎精疲力尽，一句话也不想多说，抱着蓝忘机侧躺在床上，久久没有说话，久到蓝忘机以为他睡着了。魏无羡突然冒出一句：“过几天我想回去把青玉案的最后几个镜头补完。”“好，我陪你去，拍完这部电影，我想退圈。”“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的琉璃眸道：“我累了，不想玩了。”今天的微博又是格外热闹，魏无羡捧着手机美滋滋的看，看到好玩的地方就笑得眼睛眯成缝。魏无羡冲在厨房里忙活的蓝忘机乐道：“二哥哥，你知道江城的那个小号吗？就是那个宇宙最值。哎呦，我好久没翻他微博，里面的内容可乐死我了。你快过来看。”蓝忘机将汤包上，预约好时间，擦了擦手，才凑到魏无羡跟前。魏无羡点开江城小号的主页，一条一条滑过去，最新的一条转的是严峻道歉的微博，配的文字是：“脑子不好使就该管好自己的嘴，别出来辣眼睛惹。”转发过万。蓝忘机注意到右上角的时间，从被耍大牌到严峻道歉不过1个月的时间，微博就有几百条的更新，无一不是在对黑粉。我以前都不知道他骂人这么厉害的。是的，魏无羡和江城从小到大，也算是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。论斗嘴，魏无羡自认没输过江城，奈何扛不住对方一句：“你再说我放狗了呀。”最后心不甘情不愿的认怂。蓝忘机，那些人该骂，开个小号就可以这么放飞自我，早知道我也开一个好了。魏无羡刷着微博，忽然冒出一句：“对了，二哥哥，你有没有小号啊？”蓝忘机轻咳了一声，不答。有，而且魏无羡并不陌生。蓝忘机手上小号一堆，比之江城的放飞，他的小号内容相对正经些。魏无羡全球后援会明面上是绵绵在管理，但发布的内容实则都要过蓝忘机审查这一关，确认不会被人断章取义、挑毛病后才能发出去。他还有一个号叫韩光，粉丝数不比江城少。魏无羡对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粉丝印象深刻，几次活动下来，主动关注了韩光。他也不是没怀疑过这人是谁，但看微博首页内容，画风那是相当欢脱，除了应援策划，日常就是给魏无羡花式打 call， 这么赤裸裸的示爱实在也不是蓝忘机的画风啊，于是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有，像是发现了新大陆，魏无羡扑上去就是一个考拉爆，掰正蓝忘机的脸，让他与自己对视：“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，二哥哥，快把你的小号告诉我，我要去围观。”蓝忘机怕他动作太大会不舒服，只好用手托着，见他撒娇的模样实在可爱的紧，凑上去飞快地打了个 kiss， 然后抛出一句：“
自己猜，5个月的时候，魏无羡终于从温情那里得到了特赦令，他可以回去工作了。确实也不能再拖了，等到肚子大起来，上镜就只能拍上半身。电影的拍摄，每一个画面美术和导演都是事先画好了分镜，如果只能拍上半身，那么从构图到演员站位就都需要重新规划，且观感效果肯定会差一些。虽然只剩几个镜头，但这几个镜头也足以影响整部电影的质量。魏无羡不允许因为自己的特殊情况而拖了整部电影的后腿，更何况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部作品，任何瑕疵他都不能容忍。所以最好的时机便是在身体变化还不那么大时，将最后几个镜头补完。5个月的肚子在他身上却并不明显，只有靠近了细看才能看出小腹处小小的一抹弧度。温情说过，魏无羡身体的亏损随着孩子的长大症状会越来越明显。大人营养不良，胎儿发育自然就慢，不管蓝忘机想方设法给他灌了多少药膳补药，全都泥牛入海，成效极微。早在最开始，众人就知道这个过程并不会多顺利。虽然魏无羡多数以笑脸示人，但这笑里有几分是宽慰他人，有几分是强自支撑，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。青玉案讲的是男主沈一自小背负血海深仇，从死人堆里幸存，一步一步走上权力的顶峰，手刃仇人后独自归隐的故事。影片的历史背景是架空的，造型上也是往仙气的方向设计，尤其最后一场沈一在驿站送别旧友的戏，这一段在剧本里已是尾声。主人公力经腥风血雨后看清内心，放下执念，准备一个人浪迹天涯。服装上自然也迎合这一隐士的调调，一身月白软缎素衣，腰间绑着一根压青色鲜花纹丝带，带上系了一枚沈一视若珍宝的银色铃铛，黑发长若流水，被发型师高高竖起一小撮，戴上一个白玉琉璃发冠，额前随性地落下几根须须。上妆完毕，站在蓝忘机眼前的便是活脱脱一个从画里走出来的仙人了。蓝忘机脱口道：“好看。”魏无羡一听，继而尾巴翘上了天，是不是被风神俊朗的我迷倒了？蓝忘机替他把乱飘的长发别到耳后，凑到耳边用气音说：“是。”顿了顿又补充道：“为你神魂颠倒。”两人平常互动就是这种亲密的距离，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但在外人看来，就不免联想到诸如耳鬓厮磨、新婚燕尔、如胶似漆等一系列虐狗词汇。虽然公开了，但秀恩爱也得有个度不是？站在不远处的绵绵翻了个白眼望天，温宁庆幸自己戴了墨镜，剧组人员则猝不及防地被闪瞎了眼。魏无羡一早把剧本翻烂了，演起来得心应手，导演很是舒心的一条过，蓝忘机就静静坐在一旁，专注地看着爱人的一举一动，细细描摹他眉眼里的情感波动。中间补妆时，魏无羡还能抽出空来，往蓝忘机这儿飞来一个 wink， 蓝忘机面上没有变化，耳根却悄悄红了。